他就听到我在看影片，对，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么多事你不来帮忙，你还有闲情逸致在那边看影片，在那边笑，你还敢笑？对。美乐蒂家庭 Podcast。Hello， 大家欢迎回到美乐蒂家庭。然后我们今天有特别的嘉宾，来自宜兰，是宜兰的灵粮堂本义牧师跟他的全家，大家要不要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宜兰灵粮堂有本义牧师。我是黄秀琴师母。好，我是本义牧师的，还有黄秀琴师母的儿子游元恩。我是游元恩的妹妹游品香。妹妹品香。对啊，我就想说，在今天这一集，因为我其实我觉得你们家也是蛮特别的，除了跟我们家很亲，但是我也觉得你们也是就是很开朗、很自由、很诚实，然后就是好像很愿意把心里面的话说出来，所以我就觉得找你们聊应该会蛮有趣的，大家都很诚实这样子。然后因为其实好像1年前还是多久以前，我们有一次直播，大概去年2月还是几月？对， yeah, 差不多1年前。1年前我们也是，你们也来了我们家，我们也有一次直播，然后那个 live stream 我今天早上看好像也是有 like 6000个观看指数，反正就是也是蛮多人有去看啦。然后我们也就是聊2代，然后也有聊到 PK 做 PK 的，So 我们开始前，其实就已经有听到了一些你们家刚刚发生的一些冲突啊，然后一些沟通上啊。但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家就是会常常有这种事情发生啦。本义牧师，你有在讲说，可能是因为刚刚在开车过来的路上，然后停车，然后不想让别人等，所以你就很急，然后就骂了一下品香，然后品香就也是骂回去。但我在听你讲的时候，其实我还蛮同理你的，因为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对别人好像也都蛮好的。我都是蛮客气的人，我觉得啦，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家人就比较不会那么客气。那你们认为这是只有爸爸会做的事情吗？还是你们自己的感觉是什么样？好，那我稍微讲一下这个事件啊，哈，就是说，对不起，我们今天从台中要来台北淡水这边。那我们就是在新竹湖口的地方，就是那个收费站，不是收费站，那个休息站。然后就是我们都去上洗手间，但是今天就是车子很难停，然后因为很多的那个就是车子要到这个停车场，对很多就没办法进去。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停车位进去，那我们就是都去上洗手间，结果。后来我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女儿怎么不在车上？我儿子说他去化妆，不是去化妆室厕所，而是真的是去化妆。那我在想说，好多人都在等停车位，我们应该赶快上完厕所就离开，让人家可以停。所以我对我女儿就有一些，就是说你现在时机应该不太对。好，那我又打电话没有找到她。又找我老婆，也没有接。后来他打回来给我的时候，我就口气就不好。我说为什么现在在化妆，怎么不赶快上车？对，那他们当然也觉得很委屈啦。对，好，品香要不要讲一下？就是太凶了，他一打来就骂人，然后是妈妈开扩音，然后我就听到了，我就说爸爸那么凶干嘛？然后呢，妈妈就说：“那你等一下去跟爸爸讲，你讲才有用，我讲没有用。”然后呢，我上车我就骂了他，我就说：“你干嘛对我们那么凶？你可以好好跟我们讲话，我们又不是不会回来。”类似这样子，然后妈妈就跟我一起帮腔 ，yes。那我稍微讲一下这个背后的动机啦，因为我觉得就是
车子我们好不容易有地方停，那我们应该赶快上完厕所就让别人可以停。对，所以我承认我这里面就对女儿有一个论断，所以口气就不好。对，那当然后来我有跟她道歉，那她也原谅我了。哇，来，妈妈要不要讲一下？就是回到车子的路上，我就跟我的女儿说，因为爸爸就是这样，他对外人比较好，对我们自己人他就不会这样。我就想说，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我就想，原来其实我们常常就是跟自己家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就忘记那个礼貌和尊重，然后就应该说最阴暗的一面，然后就会很快的就表现出来，然后就不管对方会不会受伤，就没有想这么多。原来想要加几句。我能想爸爸的那个心情，他的想法其实是他非常的严以律己。对，那就是就是非常的希望能够像是如果去爱人我们就是一起去，全部都是牺牲去。那所以呢，他把我们家里看作是一个整体，然后我们就是一起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他其实就是那个榜样，他还愿意，假设要让人，他就真的是会去让。那他希望我们能够去学习这个榜样，但如果没有的话，他就会不舒服，会藏在心里那种不舒服。你就是他的手跟脚，就他要怎么样，你们就要对。然后我们其实都是要跟他同，就是很 match， 然后我们就是要懂他的心的。对对对，我觉得我儿子懂我。不是，是他没有跟我们讲为什么要先离开。我本来想说他可能要去上厕所，然后他平常都会在休息站睡觉，他就在车子里面睡觉，所以我想说我不想在车子里面待，我就还不如看到那个厕所全新很漂亮，然后又有很大的镜子，我就想说我就下去化个妆，慢慢化，慢慢等。然后我还叫妈妈在这边等我，反正爸爸很久。然后没有想到是因为有车子这个原因，但是我根本就不知道。然后他一打来就直接骂，然后就会觉得很欠揍。好，那我觉得，就像我儿子说的，确实我会去考量别人的需要。好，如果以9型人格来讲，我是9型，但我有很多成分2型。因为有人觉得说我又是9型，然后里面有很多成分2型，2型就是博爱型，就会不要去考虑到别人的需要。对，那当然我都觉得他们是我一体的。所以他们不算别人，对，他们不算别人，不考虑他们的需要。对，所以他们需要跟我一起来爱人。对所以他们如果做了我觉得不对的事，就会可能有。当然我承认了，我觉得我里面是有论断。对，所以才会对他们这样子不好的口气。那我女儿上车之后跟我讲，她说你不能好好讲吗？对，没错，他说的对。其实我需要去安静下来，然后好好讲。对，我就是也会9型，有时候会有点不太明确，比较模糊，然后但心里又有想法。对，所以这个也是他们跟我相处比较难一点的地方。OK， 好，那妈妈要讲一下吗？对，我就是每个人个性都不同，然后所以相处起来就会因为不了解，然后就生闷气，然后不开心。但是也因为这样子，然后就开始有调整。我觉得有在进步当中啦。其实听起来也就是个性的不一样啦，可能就是北一牧师像你说，你就比较会去考虑到别人要停车，但是像我之前有听到原人说嘛，其实很多人大部分是蛮自私的，他可能停进去，他也不管别人，他就想停1个小时，想去化个妆，想去拍照。他就做这件事情，他都不会有罪恶感。但是我觉得北一牧师你的个性也是神给你的，所以你是牧师嘛，就是你就会去想到别人，然后你很有爱心。但是的确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那我想在家里面，每一个家里面，就是很多不一样的个性要学习共存。那你们平常这样子有一些个性的碰撞的时候，
至少刚刚啦，我感觉你们还蛮可以，就是沟通出来的，是这样吗？就是你们平常就是有什么的碰撞，你们就会沟通吗？还是你们发现有什么样的方式，或者好的方式或不好的方式，还是就像师母说生闷气？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呢？我觉得信主真的很好，好，这是真的。然后因为在主里面可以一直学习跟成长。我们结婚今年第28年嘛，那对前面呢，我们都会很容易生闷气，特别我都会生闷气。然后呢，有时候就是稍微有一个就卡住，然后就不讲话。有时候就2个小时，然后呢3个小时之后蹦出一句就是刺对方的话，然后对方就不舒服，然后就开始反击，对，然后我们就会常常有时候甚至隔天，像我们刚开始因为那个婚前辅导说不可含怒到日落，我们常常都是处理到晚上2、3点。等他破涕为笑的时候，我安慰他。刚开始2个吵，然后之后我就开始，他就哭啊，然后就很难过啊。然后我觉得啊，我的怜悯心就出来了，然后就开始一直对不起啊，安慰啊，对。那所以以前常常就有时候也会好几天，但是这些年就是不管学内在医治。或者学这个天赋的爱等等，我觉得我们也比较能够沟通，所以大概比较快，有时候可能1、2个小时之后就平静下来，就好好谈，就 OK 了。好，你要讲一下。对，我就是我现在以前我会觉得说他就是对方的错。所以我也想说，好，你不跟我讲，我也不想理你了。那现在我会先认错，因为有学习，觉得说我们做就是一个冲突，不可能全部都是对方的错，有可能只是我们比例上不一样，可能他错比较多，或是我错比较多，我就先跟他道歉，我就说对不起，我是哪里让你不舒服？你可不可以给我个时间，我们聊一聊？然后我会先当他我的丈夫在生气的时候，我也想说我刚才做了哪一件事可能会不舒服的，我就跟他说，我刚才哪一个态度可能会让你不舒服哈，真的很抱歉，那你可以原谅我吗？我会问他，然后我也会他就会说话嘛，他表达他自己的，然后我就跟他说，那哪一点我其实不是这样想的，我觉得你不是，我不是这样想的哈，我可能这样子，你对我有点误会，然后他也会听一下，当然就是这个，我觉得这样子，我们2个人不舒服的情绪就会下降，然后关系又稍微好，虽然还是有一点卡卡的，我觉得你们可以讲你们礼拜天吵架。马上就有例子了。礼拜天呢，吵架实际例子来了。好，我觉得我先回应一下秀琴哈，就是确实以前秀琴不太会说道歉，对，但是她现在很容易说道歉，哇，对，所以我们2个就比较快就修复这样子。那礼拜天其实我已经忘记了，但是我女儿提起来背后的事对，就是礼拜天呢，其实我们有一些事情，因为我们是教会的牧师师母嘛。那礼拜天呢，就是他看到礼拜天的主日人数，就是比较少，不像平常这样就比较少，就这几周来比较少，然后他就有点焦虑，然后呢，他就开始。就是觉得大家都不认真啊，甚至觉得说我这个主任牧师呢没有把弟兄姐妹传道同工等等管好 ，OK， 所以他就不开心。好，对，然后但后来我有跟他谈聊，我也没有生气，我就跟他谈，然后就这件事就好了。然后我就突然到大概下午4点半，我就想到我们有一个就是在其他乡镇的一个灵粮堂的牧者
因为他胆结石，然后手术割掉了。对，那我是宜花的这个召集人，那我觉得我应该去看一下他，去探望，因为我接下来好多行程嘛，我要去探望他。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先去探望谁这样子？”然后他就突然压力很大，因为还有很多事要收拾，对，要处理。那我又在那边看很多 LINE， 然后其中也有影片，他就听到我在看影片，对，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么多事你不来帮忙，你还有闲情逸致在那边看影片，好，在那边笑，好，然后呢，你还敢笑？对，然后他就说，你来洗碗，好，然后呢，我去收垃圾或去弄什么，然后我心里就觉得不舒服，我就不舒服了。然后后来那个我就都不用任何动作，然后他又自讲说，我就煎一条鱼，那这条鱼怎么放进去？我说我没意见。其实就是懒，就是生气了，不想理他了。对，对，然后他就觉得说，我都临时讲，对，然后就是让他压力很大这样子，然后又不帮忙，对啊，所以后来我们就好像就车上沿路就不太讲话。什么根本没有坐同一台车？哦，对对对，我就载我女儿先走了，然后她就慢慢整理收拾这样子。好，就是其实他是下午4点多，他就因为我们6点要赶到从宜兰市赶到罗东，要接待一个牧者，啊，一起用晚餐。那他就是我在洗碗的时候，然后他就说啊，他在看影片，他说啊，我有一个那个宜兰有一个牧者，他手术，我要去看他。我说你可以用改天啊，星期4啊，因为1、2、3，接下来我们还有其他的行程。他说我可能还有别的事，我想如果我现在去看他，我说好，那你赶快去过去哈，我来收拾，因为等一下我们还赶到罗东去。然后呢，过了大概有10分钟吧，我碗筷全部都已经上了那个洗碗巾了，他还不走，还在那里笑啊看啊，然后我就说啊，你不是要赶快去吗？他说没有啊，我要带你去啊。啊，你没跟我说你要带我去，那你就赶快来弄啊。然后他就说一句，他说你就是看不得我闲。你早上的时候，有时候你要睡饱一点，8点多，我也没有叫你啊。啊，我现在在休息一下，我今天忙了一天了，你就是看不得我闲啊，我就一把火了，然后就觉得很生气。我就觉得，然后呢，接着他就说，我说我们这样会来不及哈，我们要赶到壮围去看，然后接着呢，我心里就想，我们要去买一个礼物送他，还要跟他陪他聊一下天，就已经4点半了，我们还开车，然后还赶到罗东，我说这样太匆忙了，他就说没有啊，如果来不及，我们不一定要今天去啊。我可以改天再去啊。我心里就觉得，原来我自己那么急，其实我的丈夫是很有弹性的。那我会觉得说，你说话就是要说到做到，对，好，那我们就有这个目标，我们就要去执行了。接着有那个第1步、第2步，但是他不是这样想的，他是很随意的、很随性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个性上相处上很大的冲突，也是不愉快的，对，差异很大。他是如果以9型人，他是1型的，1型的就是很有目标，然后呢都要写得很清楚，然后每一项都要完成，然后一样一样划掉。如果那一天有几件事没完成，他心里就会不安。对，他就是这样子个性啊，所以没有提前跟他讲，他就会受不了。对啊，或者说我们没有努力去往那个目标去达成，他也会觉得我们怠惰。所以，像
我跟他已经吵了27年多了嘛，OK 好，好，但还好，我就说我们现在越来越好。孩子也是因为他的这一个部分，因为他比较有目标型的。那我儿子也是跟我一样，就是没关系，都可以。是，对啊，我女儿是有吃有喝有玩就好，没关系。对啊，所以他比较会跟他们两个冲突。妈妈比较会跟他们两个冲突。所以孩子比较都像你，还是也是有他们自己的？元恩比较像我，然后呢，品香是另外一型，他是七型，他自己的一型。对，吃喝玩乐，但是不受拘束。他不，对对对啊，最有目标的是他，我们家最有目标的是他，所以我常常觉得说，还好有他。Yeah。啊，吵架的时候又觉得啊，怎么会有他？其实这跟我们家蛮像的，其实我蛮可以同理师母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家爸爸也是哇，有很多的 idea， 他随时就会，要不这样子，要不这样子。但是我听的时候，我是比较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一点点一型或怎么样。我每次听到我不就马上就1、2、3、4、5、6，但是你要这样子，你就要这样这样这样，然后我就马上就到了结论，我就会很烦，我就觉得说你这样子就是不行啊，对对对，然后讲到底，后来爸爸就说啊，不是认真的啊，但我就觉得说，但你讲了。你已经讲了，我就是很认真，你知道吗？就你们是这样很认真型的啦，很认真型的。对啊，其实就是我跟妈妈其实真的是真的差异比较大。妈妈那个主动啊，很积极，目标导向，然后我就是跟爸爸很像，我比较随遇而安，然后比较没什么目标，就觉得船到桥头自然直嘛，一切都会好的嘛。对，就是也是有点乐观主义，我自己讲，我自己认为就是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有时候就会就是并不是那么好，过程中就类似假设可能很冷的时候，就是妈妈就会希望多穿一些衣服嘛，我就会说没关系，但感冒了就有关系了，妈妈是对的，对，妈妈是对的，但是会一直重复，就是重复这样的状况，没关系，但就生病了，然后就会说我真的又需要妈妈，对，还是需要她来再照顾我一下，因为小时候啊，对，然后他也是会一直希望怎样，但是我发现我还是有一些慢慢在改变啦，我自己觉得，对啊。那妹妹呢？你觉得你看到你们家不一样的个性，跟妈妈或爸爸？我觉得我在这个家当老幺蛮好的，因为被骂的时候，哥哥会先被骂，然后我就会知道，哥哥犯了什么样的错，他会被骂。然后呢，我就因为爸爸他就是个大漏洞，所以呢，我只要快被骂的时候，我就爸爸救我，爸爸快点，妈妈要骂人了，类似这样子。如果爸爸骂我的，我就会跟妈妈说，妈妈你看，爸爸就是这样。然后妈妈就会跟我一起骂爸爸，然后呢，爸爸对，然后如果哥哥或者反正只要爸爸妈妈一起骂我们的时候，我就会拉着哥哥说：“你看，妈妈又来了。”然后哥哥就说：“对嘛，又是这样。”类似这样，反正我这种是会有人会站在我这边，所以我觉得老幺挺好的。但是我从来没有体会过，没有，就是我都是站那一边，就是但是没有人站我这边。没有，这是蛮不错的，很有安全感，是不是？我稍微讲一下，就是说，确实因为以我的个性，我不喜欢吵架，好，但是我当然会里面还是会有想法的，可是我会尽量压抑。对，那他像他们这种，他就会直接蹦出来，特别是他会要求嘛，因为他有目标嘛。发现他们都没有去达成，包括我没达成，他就开始要求，会开始讲，那我们就会被讲就不舒服嘛。对，好特别他们之间的冲突，我就说家里明明气氛好好的，给你弄的，好就是气氛不好，而且是他引起的，我认为是他引起的嘛，因为我们都很随性啊，就他引起的所以我就责备他他就觉得很委屈。他就觉得说你是我老公，你为什么不跟我站在同一线，然后呢来教孩子，而是呢跟我作对，让孩子在当中钻漏洞。对，所以我们就会变成为这个部分会有一些争执。对。
就是那个教养方式的不一致，也让孩子学习，就学会了钻漏洞，然后就是在爸爸面前说一套，在妈妈面前说一套。那所以我后来就是在教养方面，我会觉得无力感，也很无奈。后来我自己就慢慢的会采取，觉得有点想要放弃，就觉得不想管。好，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如果夫妻能够更多的一致性，或是说，这个时候谁要说话，然后另外一方不要就在我们正在教养的时候跳出来，站在相反的方向。我想这样子对家庭的那种两代之间，我觉得会比较好。这是我的想法。我稍微回应一下哈，就是说，其实如果确实他的感受就是他在教孩子，我来跟他作对，他会觉得失去威信，然后他会觉得就是这样子效果就打折扣，而且他会觉得被否定。对，那当然我以前不懂，但现在比较懂。对，我现在比较懂。然后孩子已经大了，有点为时已晚。也没有了，也没有为时已晚。我稍微讲为什么没有为时已晚。为什么？因为其实如果我们两个都一样的个性，都对孩子有高标准、高要求，我觉得他们会活在一种非常恐惧、害怕的情况底下。对，所以还是需要给他们一点出路。只是呢，如果都是我这种型的，他们大概就是一团乱。对啊，如果都是他这一型的，大概我们的孩子会在高压当中。对，所以我觉得我错的是，我不应该在孩子面前指责他，我应该是私下跟他沟通，这样达到一个可以调和，然后沟通完之后再统一口径。我觉得这个是我要调整的，对，但是我不觉得说他的都是对的，或者我的都是对的，而是我们互补的结果。我们应该是私下沟通，而不是就是在公开的面前吵给孩子看。对对 ，That's good， 是吗？你觉得呢？我觉得就是真的是教养方式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异中求同，然后有的时候要好多成语，好像有时候要彼此要有那个就是折冲啦，对，然后最后带出来的也还是有些弹性，还有严谨的地方，对啊，像我觉得自己是还受到妈妈的那个规劝，或者她的教训，我觉得虽然就是会比较慢一点，但是也还是一直走在那个范围里面，是没有一直去逾矩的，或者是非常的，或者是跑得很远。对，我觉得还是一直都在那个他的想法、他的影响之下。你觉得呢？给你回应。当然是很期待自己的孩子、儿子知道说妈妈对他是用心良苦，然后是善意的。我常常跟他说，妈妈不是你的敌人，而且我不会对外人或是陌生人这样子对他这样子，你会觉得我很唠叨，但我不会对别人这样。好，对，所以他自己有说嘛，他也觉得说，他知道那妈妈是为他好。我觉得其实真的不同的个性，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调和，然后沟通，再来教孩子是好的。好，那就说我其实非常感谢神，就是有他啦。说实在，就是我刚刚说的，如果没有他的规范，其实有可能我带这两个孩子就会变成就是随着他们随性，就没有方向。对，那其实现在不管是教会弟兄姐妹，或是其他人，看到他们两个，都会蛮羡慕的，而且蛮夸奖他们说，牧师，你们家两个孩子好棒哦。对，就是还有说很乖啊，又很乖，也很棒。不管是教会的服事，为人处事的一些态度，基本上都是被认可的。对，所以就是我不是自夸，而是
而是很多人这样讲。那我也觉得，确实他们没有走歪太多啦，没有啦，应该算还不错啦。对对对，到目前还不错。OK 好，你要不要自己讲一下，针对爸爸妈妈的教育，你有什么教育？你有觉得有什么受惠的，或是要调整的？受惠的，我觉得就长大之后再回想，觉得妈妈的严格其实是好的，因为如果长大才来严格的话，就来不及了。所以就是小时候如果严格一点，然后慢慢放松，就像他小时候会打我们，这是可以讲打我们，但是他大概我小学6年级之后，他就不会再用杖打我们，就是他就是可能用别的方式啊，比如说扣零用钱啊，或是用别的方式来管教我们。所以我觉得，然后呢，爸爸就是会略施小惠，所以略施小惠就是偶尔给一点钱让我们出去快乐，去买点东西吃，这样子，就是对。然后妈妈是不太我小时候她不太会略施小惠，但是怎么讲呢？就是妈妈比较严格，爸爸比较没有那么严格。就像妈妈刚才讲了，就是爸爸刚才讲的，两边都要稍微这样综合一下。所以我觉得小孩子会比较有快乐，然后也有严格的地方，就这样长大了。我稍微讲一下，就是因为他本身是学教育的，好，他就是小学老师嘛，那就是我们有一个漏斗型的教育。漏斗是漏斗就是那个，对对对，就是小孩子小的时候要比较多的规范要求，然后呢，等到他在越来越自由度比较越来越大的时候，给他的自由就越来越多，那这样孩子比较不会歪掉。如果一开始就给他很宽松，后来一直他就很难拉回来，很难拉回来，他不舒服。现在孩子好像是这样。对，这是从一个角度，这是人性。如果你要让孩子他比较可以合乎那个，如果你长期到长大你还没有放松的话，那他就会过度的压力。但是你如果小时候没有给他约束，他长大收不回来。对，好，所以这是一个教育的一个就是一个哲学啦。是，对。其实我听你们讲，我也是觉得你们家就蛮 balanced 的啦，蛮平衡的，因为感觉好像夫妻应该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是爸爸比较严格，会去教训，但是在你们的 case 好像是妈妈比较是这个角色啦。但是也是要有另外一个是比较好玩的或者比较松一点的然后给一些刚刚你讲的那个略施小惠，对，就是有时候他们出去买东西啊，然后呢，他们买了，他们就说：“哎，爸爸，我今天去外面买了什么，吃了什么。”然后可能200-300块或多少，我说没关系，爸爸付，然后钱就给他们或者是像以前他们去读书的时候，因为妈妈就会管控他们的生活费嘛。交通费，所以他们就是比较紧啊。但是呢，我就会开车载他们去坐车的时候，我就给他个200块啊，给他个200块，就额外有一点点钱，然后可以买点东西这样子，那他们就很开心。对。Yeah, well, that sounds nice. 其实我觉得听起来是蛮 balanced 的啦。只是可能像你们刚刚说，就如果早一点就你们能够认出来，其实个性就是不一样，但是也是互补，right？ 是，不是这就是先沟通啦。Yeah, 先沟通，对。那我就想说 ，maybe 后半段我们可以来聊一下 PK 这个部分。就刚刚我们就讲到比较，可能很多家庭都可以共鸣说，就家庭里面个性不一样啊，教育啊，那我比较好奇，就是像刚刚牧师你说，你的2个孩子都很乖，至少到此 at least to now 都是表现得很好啊，很乖啊。我们也知道很多例子，就是可能 PK 的成果不是那么好的。那品香，你要不要讲讲你觉得为什么你能够跟爸爸妈妈在教会服侍，还不会
不是想要出走，抱怨或者怨恨或者很多苦读这种的结果，为什么没有这种结果？我觉得我妈妈她就是在生活上面非常有规范、有规矩，然后呢，所以我只要乖一点的话，我妈妈就会很开心，或者我就不会惹她生气。然后我爸爸的他部分就是他生活上你随便都可以，你读书不读也都没有关系，但是呢，他说教会的事就是最重要之，所以如果要讨好爸爸的话，就是做他喜欢的事嘛，所以就是你只要乖乖去教会，然后他要我在教会做任何事情，然后你只要都说好啊，或者就是反正就跟着，他就都不会生气，然后就会对你很好，然后就家里很和乐。我在国高中的时候我是那么想的，然后所以我就也不会在国高中叛逆的时候就这样离开教会，所以我没有这么做。然后因为我跟我爸爸关系很好，所以我不会想要就是让他生气。所以，然后在慢慢长大之后，我觉得就成为了一个习惯。然后我也有我自己在教会里面的关系圈，然后我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也不会，说可能遇到什么事情，或是外面更好玩，我就离开这个圈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已经是我从小到大就在这里长大。所以如果我真的就可能因为某些事情，然后离开了，可能我这个长大了会有一半的可能。我的童年可能有一半，然后就会被迫就是不见了，因为这就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这就是然后就因为这在教会里面就会一直被灌溉，然后灌溉长大，所以自然而然好像就会在里面就到现在了。海绵说，我觉得我也是，就是我觉得这是。那个教会生活啦，其实就跟我之前有说，就是跟我的自己的生活已经融为一体了。对，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经验啦，就是在教会，我自己其实我从小到大没有受过特别大的从人而来的伤害。我觉得不管就是我身边的教会的这些叔叔阿姨，还有哥哥姐姐这些同辈的，其实都我自己没有从他们受到特别多的伤害，然后他们也蛮支持我的，对，不然在心理上的那种支持，然后彼此有一个很好的关系。那再来就是学习的榜样啦，当然是刚刚品香有说到，就是说爸爸其实就是他真的就是去做，他就是做好那个榜样，就会觉得他在教会，然后他被改变，那我在教会我也可以被改变，或是他在教会或者他在这个信仰当中得到很多的益处，我也可以去得到这样的益处。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榜样的学习，或者是真的是那就是可以告诉我们，我们走在这里是对的，是对的一条路上。对，然后呢我真实去体验了，也发现真的不错。对，所以我就是可以一直持续的在这里面，然后也收到一个好的回馈的时候，你就会一直待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也不会觉得疲倦，然后也不会觉得想脱离的那个感觉。对，我听到2个东西，我觉得是蛮好的，就是品香，其实我觉得你刚刚有讲一个重点，就是你跟爸爸关系很好。其实我那天好像也是听到一个统计，就是有哪些样子的孩子会继续留在教会的 versus 就是第2代就消失嘛，然后没有信仰，就是通常就是这个跟父亲的关系很重要，就是所以我觉得maybe 就是负面的例子，通常牧师或就是在教会太忙会缺乏或者会忽略到孩子，但是感觉到你们就没有忽略到孩子这块，就很重要了呀。好，我稍微我也讲一下哈，我觉得就是说，当然我也承认，其实我对他们的爱也是不够啦。好，这是真的，就是陪伴他们的时候，特别是现在当传道人，其实陪伴他们的时候真的不多。不过还好，他们已经有自己的生活圈。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是蛮重要的部分哈，不是自夸，是我们很少在他们面前去讲会友的不好。我们不太会，当然我们会看到会友哪里不够成熟，我们会有点担心，然后会想要为他们祷告，然后会知道他们的状况，但是我们比较不会说那个有谁谁谁欺负我们，有谁谁谁对我们不好，
我们比较不会这样讲。那因为我们也碰过很多的牧者，那他们的孩子，孩子会反映，就是爸爸妈妈可能在大家的面前都很好，但回去他就会抱怨，可能夫妻互相抱怨，就是会有，或者是夫妻在孩子面前抱怨会有。那这样子，孩子就会觉得说，一个状况是觉得爸爸妈妈很委屈，第二个是他还会觉得说爸爸妈妈就是太假了，在前面是一套，在后面又是一套，是，对啊，所以我不是说自夸，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对孩子来讲很重要的部分，对。以生命带生命，我觉得其实元刚刚也有提到，就是你们的榜样啦。那这也就是你们的榜样，也是信仰很真实在你们的里面。为什么你们不会愿意在背后讲别人的坏话？我觉得就是你们的生命，耶稣在你们里面很真实。然后像元说，就是你带他们去经历神，或者带他们的信仰也有成长，他就自己经历到了，那这就对他是真实的。然后他在你们身上也看到这样子的榜样，那就是最真实的。所以很棒啊！感谢主。那你要说吗？不用。那本义牧师，你觉得你对你的孩子现在他们也已经到了一个年龄要开始出去了，然后因为平常也在国外读书嘛，现在，然后他只是回来过年，是 holiday， 然后圆也是要开始工作了。那你有没有对你们的家啊，或者你们关系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你们每个人都可以讲讲2024年你们的对未来的一些。我就分享一下哈，就是说，其实我以前是在不信主的家庭成长的，那后来信了主，我觉得这个信仰太宝贵了，所以对于他们，其实他们做什么工作，我都没有太多的要求，但我只期待他们这个信仰能够一代传一代。对，然后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因为我们所能给的，不管是教导，不管是金钱，其实都是很有限，唯有神是永远。所以他们如果能够紧紧的依靠神，那我觉得我就不担心了。对啊，至于工作啦，那当然婚姻我们会期待。好像品香现在有男朋友，现在也在旁边嘛。OK， 好，就在我后面。OK， 好，那我当然就期待他们能够都在主里面更认识神，然后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对，有神的爱在当中嘛。好，未来不管就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婚姻生活、孩子等等，我相信神会自己带领。对，那当然对元恩，我们是一直也迫切的希望他赶快有女朋友这样子。那其实孩子都还是很年轻哎，对我来讲，我常常跟他说，我那时候已经跟他妈妈在交往，然后26岁多我就结婚了。对，他已经快26了嘛。对，然后当然了不一样了，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像以前了。以前大概现在30几岁都还算早。OK， 你是故意加这句话？收到了。对啊，所以就也是嘛，希望能够找一个爱主的姐妹一起奔走天路这样子。2024年就是很期待。除了我自己，就是能够健康，我觉得家人的健康，特别这个时代，我们的健康，身心灵的健康是很重要的，身体的健康。但是呢，我们很容易，不管是我们这一代或下一代，因为孤单或是什么世界的诱惑等等，我们容易陷入3C 产品的。躲进那个好像那个保护的里面，但是呢，就以至于可能作息不正常啦，然后呢，忘记去运动啊，然后保护眼睛啊，或是什么的，我会期待的就是说，
我跟他的爸爸，然后2个孩子都是身体都健康的，身心灵都是健康有节制的。谢谢。其实我一直以来的就是要去学习啦，但是我妈妈是我很好的学习榜样，主动积极啦。对，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其实很多目标，很多我都是觉得啊，靠主，就成功了。其实我很多见证，不管升学啊，或者是很多都是突然神的恩典。让我有这样的一个学校可以读，或是有这样考取一个好的成绩，但我觉得但是其实妈妈在背后那个推动的力量，其实真的是背后隐形的推手，对啊，她常常就是督促啊，然后关怀提醒啊，对我觉得真的很重要。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觉得自己还是在新的一年啦，希望自己是更主动在自己的目标上面。对，我在今年其实蛮多目标的，我自己不管在课业上，希望能够毕业啊，或是在工作上啊，希望有正职的方面，对啊，所以在服饰上可能希望有突破。对，我觉得在这些目标当中，不管家人的支持也是很重要，对，然后也自己要更多来依靠神，然后或是还有我自己的那个动力。要更多对这些有热情投入在这当中，也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也是希望新的一年有这样的一个突破，对啊。我呢，今年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太大的目标，因为我今年都还要继续读书，因为我在硕士1年级，然后要升2年级，所以我这一整年就有2个整学期都还在读书，所以就希望可以稳稳的，就是都通过，然后。每个 holiday 都可以回来玩，回来看家人。对，所以大概今年没有什么太远大的目标，大概是这样。Well， 谢谢你们家来我们家，然后愿意做这个 podcast， 然后大家有没有觉得真的很敞开心？真的就是什么都愿意讲，所以我觉得你们家真的都很可爱，很可爱，然后也是真的很爱神。So 谢谢你们，然后我们可以再继续，以后可以再继续聊。好，大家不要忘记按赞、订阅跟分享，拜拜，拜拜。我们现在呢要来一个非常特别的表演，就是我们的袁恩、品香跟 Alan 兄妹加上 Alan， 你们要表演什么歌？从早晨到夜晚，是谁？赞美之泉的诗歌。Yeah, enjoy. 早晨，我睁开眼睛，渴望聆听你声音，心中思想你的好，更多与你来亲近。夜晚，我仍要歌唱，向你阐明我心意，清白化成一首歌，单单要唱给你听。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
止境。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每一名。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